煌小学堂古筝知识篇11如何挑古筝。对初学的人来说，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该买什么样的古筝。目前市面上普遍使用的是21弦的残弦针，因应现代人的需求，逐渐发展出大针、中针以及小针3种不同规格的古筝。那么初学的人到底该买哪一种呢？在开始选择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3种不同规格的古筝。我们来看大针，又称标准针。那大针的规格大约是落在长163公分、宽34公分、厚6到8公分、重10到30公斤不等。那针体的厚度与重量取决于古筝的木材与制作的工法。一般来说，蛙针比较薄，框架针比较厚。2种针的音色与共鸣的效果也截然不同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来讲解蛙针和框架针的比较。那大针的用途主要会是在演奏会、古筝比赛、古筝的检定以及考级，还有居家展示等等。那大针的优点就是美观大气，而且它的表演音色张力绝佳。那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，就是较占空间，而且携带不便。大针的价位大约落在入门约3万到5万元不等，中高阶大约6万到10万之间，演奏级约10万到20万之间，定制琴大约20万以上不等。各个品牌的定价级距也略有差异。中针也统称小针或旅行针，它的规格大约是在长110公分到135公分，宽大约34公分，厚6到8公分，重8到10公斤不等。中针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初学入门、兴趣表演以及户外演奏。那中针的优点就是质量好的中针，它有类似于大针的音色，接近小针的便利性，满足中间需求的族群。那它的缺点也就是不大也不小，对舞台表演来说不够大气，而且携带便利性又不如小针。那中针的价位大约落在3万到5万元之间。小针又称半针，小针的规格大约在长80到100公分，宽34公分，厚4到6公分，重大约4公斤左右。小针的用途更适合用于幼儿练习、初学入门以及户外弹奏。那它的优点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轻薄明灵好携带，可以像吉他一样上山下海，享受户外弹针的乐趣。那它的缺点呢，也就是因为它比较小台，所以舞台表演力弱，直立需求不高，未来不容易转换驾驭大针。那小针的价格区间大约是在1万到3万元之间。虽然影响古筝音色的参数众多，但我们大概来比较一下这3种规格的古筝音色，供大家来做个参考。在比较过3种不同规格的古筝之后，你认为初学的人更适合哪一种古筝呢？如果还是很难判断，那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，或许可以更清晰地帮你理出头绪。譬如首购汽车该买什么车？
首先你要考虑的问题有：你是为了城市短程或是长途旅行？再来，你是单身还是小家庭？还有你的预算又有多少呢？再譬如首购房屋，你该买什么样的房子？那你应该会考虑的是，要用来自住或是投资，想要买套房还是2房或3房，还有头期款能有多少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经过上面的问题思考之后，整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开放，每个人因人而异，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。所以你要足够了解自己买股针的主要目的与真实需求。那我们试着来想象一下，初学的你适合买什么样规格的股针呢？第一题，你是为了兴趣学习还是考勤检定而学股针？如果是兴趣学习的话，那么大中小股针都是可以的。第二题，家里有无固定摆放股针的空间？如果有的话，建议你可以考虑大针或是中针。第三题，你主要是想学古风的流行歌曲或是传统的经典筝曲？如果是古风的流行歌曲的话，大针跟中针都可以的。第四题，你是否需要频繁的携带股针？如果不用的话，建议你可以考虑大针。第五题，你预计投资多少钱来买股针？那我们这边假设是3万元。综合以上的问题，你就可以快速的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有演奏级3万左右的中针，以及练习用3万出头的大针。再来，可以请老师现场弹奏，最好自己也可以试弹一下，以便选择出喜欢的音色与手感，还有图案与规格，这样就能够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古筝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一眼定江山，毕竟人都是视觉系的动物，有时候看上了就是爱上了，非买不可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与分享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